这个逢年过节啊，大家免不了要在一块儿聚聚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呢，可能很多朋友要回老家。结果有一件事啊，大家这意见很大，就说回老家呀，这个酒啊太难应对了，上顿喝下顿喝，跟着亲戚得喝，跟着朋友得喝。还有的朋友说平常啊也没饶了我呀，你看老板领导领我出去喝酒去，其实我就给挡酒的，把我喝了够呛。所以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都有这样一个痛点，就是这酒场呢我喝不下去这个酒，我怎么办？也不喝酒呢还办不成事儿，我怎么应对？怎么能让呢上级对我还满意，我还没把自己啊喝的身体受伤难为够呛。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应对酒局，我们怎么样看待酒这个东西。礼拜三，虚实。每周这个时候，都会有一群人来看良知。良知的主持人叫老梁。今天，粉丝带来一瓶叫喜酒的东西。不久前，我参加了一次酒局，让我帮领导挡酒，喝得我醉生梦死。断片之后，老板却把我给 fire 了。我很奇怪，世上怎么会有酒这种东西？仕途最大的烦恼就是酒局不断，坑爹不止。如果可以练达酒场上的人情，工作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你说多开心？相信这位粉丝看完良知，应该知道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人情练达了吧？不过对于酒场上的断片儿，我想应该和喝什么酒有关吧。喝喜酒，真君子，不上头，不断片儿。这现在喜欢还喜酒染水。那么咱们节目一开始得给大伙说一件事儿。有的朋友说呀，说你看现在年轻人强调个性，很多人呢不爱喝酒，尤其是不爱喝白酒。哎呀，喝到嘴里这个辣呀，喝多了难受啊。说红酒啊、啤酒还能接受，这白酒挺难接受的。要按这个道理，有人就分析了，说年轻人都不爱喝白酒，那白酒销量肯定不行啊，越往将来越不行。尤其80后、90后这么讲究个性的。可是奇了怪了，这几年你会发现白酒，尤其是高端白酒，它的销售反而在往上走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除了我们说咱们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好了，逢年过节消费点高端白酒都不是问题了，这是一个基础因素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你以为年轻人就拒绝白酒吗？不是那个样子。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可能他在一定的年龄段里头对这个白酒有反感，但是随着他年龄往上增长，他会对白酒有一种本能的接受。什么叫本能的接受呢？我举个例子，很多年轻人喝不了茶，还有的喝不了热水。比方说我在10几岁、20几岁的时候啊，这个水越凉喝着越舒服，那个热水温度稍微高点都觉得烫嘴。可是到了我这年龄呢，那不用说喝茶了，那个开水烧出来倒在那稍微晾一会儿我就能喝，而且对茶开始上瘾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有一些东西啊，你随着你的年龄的提升，你会越来越爱它。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和这个已故的著名的词作家严肃老爷子，我们一起做节目，正好有一个这个女孩啊唱她的歌，哪个说唱脸谱，就那个蓝脸的窦尔顿、盗御马，什么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那里边就说到，说这个咿咿呀呀这京剧啊怎能吸引现代小青年。我跟严肃老爷子我就探讨这问题，我说不要担心京剧吸引不了现代小青年，等小青年一点点长成了，他就会喜欢京剧。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20几岁的时候听不了京剧，这什么呀，这么慢，到现在整天呢
拿着手机啊听各种各样唱段，觉得这京剧比流行歌曲有味道多了，好听多了。我们说有很多东西，你是要在生活阅历的基础上，情商提升的基础上，咂摸这滋味，才觉得它越琢磨越有滋味。我们说京剧，我们说茶，包括白酒，都是这样的东西。所以现在虽然有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喝白酒，可是原来那些人，比方说60后、70后，或者是85前的一些朋友，他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一点点发现呢，酒这个东西有滋味，白酒有品头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在这里抛出一个观点，我看大家能不能接受。以我个人的经历看，我觉得白酒啊，是一个年轻人走向成熟的成人礼。有人说哪有那么高的高度？我说一点生活体会，有那么句话叫中年心事浓如酒，少女情怀总是诗。他说的是人到中年的时候，生活的五味杂陈涌上心头，想把这种复杂的感受能够找到一个对应的东西来发泄出去，排遣出去。什么最好呢？酒。比方说白酒，一进口那是辣的，再往下咽甚至觉得苦。可如果你会喝呢，顺着这舌尖两侧往下走，再回勾，再往上反，你会能感觉到酒的甘甜，而且这种劲儿呢，沁人心脾的往上一提，你整个人为之一振。把这种热乎劲儿和这提振的劲头，你要能感受得到，白酒你才算得其中的真味。为什么我说它是成人礼呢？大家记住一点，让小孩喜欢的东西，往往是让人无比舒适的东西。你比方说巧克力，比方说糖，比方说汽水饮料，都甜得发腻，你吃起来喝起来觉得很舒坦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让成年人真正上瘾的东西，绝不可能是这些让你舒适的东西。为什么？舒适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沉沉欲睡，会让你安静下来。但是让成年人真正觉得有滋味的东西，一定是让你觉得兴奋的，能够激发你某种东西的。那么它不仅不是甜腻的，不是舒适的，它甚至是刺激的，甚至是苦的。比方说咖啡是苦的，烟有时候是辣的冲的，酒不用说了。就你看让成年人上瘾的东西，往往都是这样的，而茶也是很涩的。所以白酒这种第一口下去苦辣，继而有回甘，然后能品尝到味道的，恰恰符合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，一咏三叹，百感交集，五味杂陈。所以当一个年轻人，尤其说你是个男人，当你学会了怎么样品味白酒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你走向一种成熟。所以我说白酒是年轻人走向成熟的一个成人礼。当然这是我个人见解，就看你有没有这种体会了。如果你和我有类似的这样的品酒经历呢，我相信你对我这句话呢，有可能就会产生共鸣。当然有的人会对我这个观点嗤之以鼻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可没觉得白酒哪有好，要像你说那么好，那为什么有的人喝酒啊诗性大发，意兴横飞，斗酒诗百篇，而有的人喝酒呢酒后乱性，醉后失德啊，最后弄得丑态百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同样的喝酒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你不说是成人礼吗？应该是好的。我告诉大家，世间就没有绝对好绝对坏的东西，正常的物质就看你怎么去把握，把握好了它就是好的，把握不好它就是差的。而酒在它的基因里边同时存在着天使和魔鬼两种东西，就看你取它的哪一面。说酒的基因里有什么呢？我个人总结，酒的基因里有3样：文、武、吃。这什么意思？文不用说，文质彬彬，很有文化，很有素质；武豪爽大方豪迈；吃有点傻，有点愣，带点智障，这叫吃。你看吃字怎么写？这边并上一个直字啊，你查查它多少黄？你一查你发现13黄。你明白上海为什么很多人管这个有点智障、有点愣、有点傻叫13点？怎么叫13点呢？就是因为吃字是13黄，这是个绝对的贬义词。说白酒里头就有文武吃3种境界。那你说这都哪儿来？我听着都新鲜。好，
我下边给你讲一个这个酒的由来，就包含文武吃3种境界。说这酒怎么写？3点水搁个身有虚害的有。那好，为什么这俩字合一块它念酒呢？为什么读音它叫9不叫8不叫7不叫6呢？好，我给大伙讲这来历，你听听，这个故事非常有味道。他说的什么呢？就说这酒啊怎么诞生的。有人说酒那个西方酒神叫狄俄涅索斯，说中国酒神是谁呢？杜康啊。你看这曹操那短个行，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您知道杜康是谁吗？杜康是商朝时候的王子，是商朝一位皇帝的第7个儿子。说杜康一天天长大了，他爸爸给他派了个差事，干嘛？看粮库。民以食为天呢，你当粮库主任那是很重要一个角色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的下级来找他来了，说王爷坏了，粮库啊出事了。说出什么事了呢？天降大雨，这个粮库啊年久失修，就漏水了。说这水呀进到粮仓里边了，说得赶紧过去看看去。这时候已经雨过天晴了，离着挺老远，这杜康就闻着什么味道，这么香啊！到跟前一看呢，这不是粮仓那块漏了吗？雨进去了吗？顺着漏那地方啊，往外滴滴答答滴答答滴水，那股香味呢，就这水发出的味道。这杜康搁这个指头啊点了一点，搁嘴里一尝，哎呀，乍进嘴的时候挺苦，一咂摸嘴，哎，香，尤其闻着更是香。说这什么？这怎么这么香呢？来，告诉下边人拿了个小碗，在底下接着。不一会儿，滴答答滴答答，有小半碗。杜康拿过去喝一口，哎呀，很有味道，挺刺激。但是呢，喝起来有什么感觉呢？它毕竟它是这个粮食嘛，从泥土里长出来，有股土味儿。哎，这股土味儿呢，让人感觉不太舒服。说咱等一会儿再看，再接点。接出来回去，杜康再一喝，这饮料真好。说怎么形成的呢？你告诉他说，这水进去了，跟那粮食泡到一块儿，要搁现代话说，咱都知道叫发酵，一发酵形成这酒精了。杜康一琢磨，说咱看看这老天爷给咱的，咱自个儿做行不行呢？把粮食跟水泡一块儿，哎，也能出这个感觉来。所以出了这个感觉之后呢，这杜康啊，1天2天就尝这个东西，越尝越觉得好。说这怎么办呢？说喝起来好是好，但是有股土味，怎么能消除这土味呢？他就琢磨试各种配方，哎，也没解决这问题。这人就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他晚上闭着眼睛就想这事儿，怎么能把这土味去了？哎，到晚上神仙托梦，做梦的时候来个白胡老头神仙，给他托梦说：“杜康啊，你喝那饮料，你不是想把那股土味去掉吗？我告诉你个办法。说这个土味啊，天生地长，天地人三才，这得搁人味去中和它。你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呢，再把水跟粮食在那泡好，泡到第9天头上，在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，哎，就搁12时辰来说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就酉时。你把这盆饮料啊，你放到你院子里头，你在大门口等着，南来北往的有各色人等行人，你挑3个你看得上眼的人，你让他们呢把食指割破，就跟那歃血为盟似的，几滴血呢滴到这个饮料里头，3滴血凑齐了，你可注意啊，酉时过了这时辰不行了，不灵了，你看得上眼的，然后这个饮料里头这土味就没了。哎，杜康在梦里头，这白胡老头神仙给他托梦一讲这个，他醒了之后一琢磨，神仙给我托梦了，对不对呢？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看着吧，你信他就灵呗。就这么着，他叫手下重新用干净的水上好的粮食啊泡好了，发酵到第9天头上，把这倒出来，搁这么一个小缸里头。
把它放在门口。这时候呢，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，就我们说的12个时辰里的酉时。这时候他在大门口那等着，说我得看得上的人，这人来人往啊，挺多。哎，不一会儿从那边过来一个读书人，摇头晃脑的，在这里念念有词儿。哎，这个人有学问，我好像还认识他。喊了一声：“来，您过来，借一步说话。”这读书人来了，王爷您有什么事啊？有这么个事儿。一指这一缸饮料，谁人给我托梦？有股土味，您尝尝。舀一点一尝，是好喝，但是有点土味。好，神人说了，借你一滴血，天地人三才，土味乃地，需要人来中和。好啊，很痛快。这个文人嘎个小口，挤一滴血进来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他又看上有个武将骑着马，高头大马，舔胸叠肚过来了。他说这个人呐，给国家立过功劳，在战场上很是勇猛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哎，您请下马，借一步说话。这武将下来了，王爷有什么事啊？跟您说有这么回事。哎，把这番话又说一遍。这武将崴了一勺一尝，不错呀，可以啊。把食指拉过，滴一滴血进去了。哎，这两位，这不还差第3滴血了吗？可这时候再过这些人呢，这杜康就都没看上眼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法眼。可是左等右等啊，这天可就擦黑了。一看呢，离这个酉时过去啊，时间很短，也就几分钟了。这阵杜康着急了，再找人哪那么容易找着？四下里再一看呢，哎，前面小河边啊，有一个智障人士，哎，疯疯癫癫的，在那和泥巴玩呢。实在找不着人了，自个儿又不行，行了，就你吧，拽过来。没办法跟他说呀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啊，挺好。划开你手，挤一滴血。这人疯疯癫癫，智障人士嘛，也没拿当回事，划开挤一滴血。好，文人、武将、疯疯癫癫这个智障人士，3个人的血滴到这饮料里边，接着再拿这个瓢一舀，再一喝，吐进耳门了，芬芳甘美无比。杜康说：“这个东西今天才成型，那咱给它起个名吧。你看啊，它是水发酵而成啊，所以得3点水旁这个字儿，是在酉时形成的。好，3点水搁个酉字儿，就这字儿吧。说念什么呢？说咱是第几天发酵的？王爷就是第9天。那好，就念9吧，9这个字儿就形成了。3点水搁个酉，念9。有人说，你说那文武吃哪儿呢？你别着急，我就往下说。这自打有了这酒啊，这文武百官、天下百姓啊，可算是找着精神寄托了，真好喝呀！来，干来什么？这喝着喝着，发现这个酒场啊，出现了3种不同的状况。第一种类型呢，喝酒的时候，在酒局上，这个人很文明，端起杯来，我对您的敬仰如长江黄河之水，滔滔不绝。来，咱把这杯干了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这是文人的滴血发挥作用了，喝酒喝得很文明，很有礼貌，很有诗情雅趣，这为文人的滴血。可是有的人呢，觉得这样喝不过瘾，大碗喝酒，干！一边喝一边劝酒之词，来来来，3伏天下雨雷对雷，朱仙镇交锋锤对锤，咱们英雄好汉喝酒杯对杯，谁不干谁残废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武将的滴血发挥作用。再有的人喝着喝着，可就管不住自个儿了。明明能喝2两，非喝半斤；能喝半斤，非喝1斤。别人不喝，逼着人家喝，最后喝的离了歪斜的，双眼迷离的，说醉话耍酒疯。你喝不喝？不喝给你洗头，往脑袋上倒。这是什么状态？智障人士那滴血发挥作用，吃人。所以这喝酒3重境界，文武吃。咱们生活当中你对比一下，是不是有文人的酒场，有武将的酒场，有智障的酒场？喝的那种程度跟智障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了。所以我说，白酒的基因里头有文武吃3种境界。奉劝各位啊，喝到文
够意思；喝到5够洒脱；喝到吃，你可真够白痴的了。酒不是那种喝法，喝到人肚子去，没喝到别的东西肚子里边，您可得记住。所以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的困扰呢，恰恰在此。说我接触的酒厂啊，哪有文酒厂啊？最起码都是武酒厂，更多都是吃的酒厂。到那就逼你喝，不喝都不行，就给我灌的上吐下泻的，我看别人都丑态百出的。其实这里边呢，有一个朴素的道理，就为什么中国人喝酒，他特别愿意劝酒。有句老话叫喝酒把人喝厚了，耍钱把人耍薄了。意思是呢，耍钱都琢磨着我赢你钱，喝酒呢，我都琢磨让你多喝点，让人家多喝点，是不是对人好呢？有人说什么对好，他想惯我。在过去可不是，过去真是对人好。为什么？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还经历了喝酒得用酒票那个年代，打酒都得搁酒票。为什么？酒在那个时候，酒是粮食精吗？它是个稀缺产品。这个稀缺产品就决定了呀，家里头有点酒舍不得喝，攒着攒着攒着，有一瓶酒都留着。逢年过节客人来了，中国人好客呀，得把最好的东西给客人喝。所以招待客人，你想想，您喝，得可着客人喝的够才可以。所以贫困年代过来的酒是好的东西，当然朋友来了有好酒得给人喝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为什么热衷劝酒？中国人太内向了，甭说3杠打不出一个屁的人，这一见到人紧张都说不出话来的，是让你说2句跟杀了他似的，这人有的是。那在酒桌上为了烘托气氛怎么办？只能在酒上做文章。你看每当咱们酒桌上就进入很尴尬状态，谁也不吱声了，哎，那谁老梁你张罗一杯，你敬他一个。包中有人说这事，为什么？只有互相敬酒才能让酒桌气氛热闹起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劝酒，喜欢敬酒，它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但是这样的问题来了，你劝酒到了极致，往往就变成了逼酒。这一逼酒，有的人喝的就不是那个样子。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你一定记住，不是什么样酒局都去。有的时候你遭到这种待遇，热情的虐待也好啊，还是被人算计了什么劝酒劝大了也好，往往是你自找的。就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酒局我能去，什么样的酒局我不要去。有人说老梁，我想听你说说，那什么样酒局咱不去呢？我说这几样你听着，你看有没有道理。第一种酒局，这个局上的人呢和你很陌生，有的甚至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，这样的酒局最好别去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个说法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鸿门宴很多地方都有。这样的酒局你最好别去，咱是去找轻松快乐去了，不是去找麻烦去了。真要找麻烦咱谈判，咱也别在酒桌上。因为喝酒人越喝状态越不清醒，喝茶会越喝越清醒。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什么叫这种类型酒局你不能去，有利害关系的或者很陌生的。是去年12月份吧，在乌镇有一个互联网大会，咱们很多 IT 行业朋友都关注这，说那些大佬都去了，你看什么腾讯啊，什么美团啊，京东啊，快手啊，头条啊，还是什么阿里巴巴都去了。结果呢，在互联网大会期间呢，有一场很有名的酒局，就互联网大佬都来了。怎么能看出他都来了？你看上的菜，那菜名人给设计的吗？什么这个腾讯四海蒸龙虾，什么头条春水小狮蛙，什么这个京东紫气雪花牛，还有什么快手称心味冬瓜，就这样的名。就一看这些大佬都来了，做当件的马化腾啊，两边又京东的刘强东啊，又什么这，反正都是互联网界大佬。转一圈，大家突然发现一个事儿，哎，遍插茱萸少一人，少谁呢？马云。少了他，这还能叫互联网顶级盛宴吗？哎，偏偏就没有他。后来有人问马云，说为什么你没去呢？马云说没人请我呀，请我也不去啊。最重要的是饭桌上讨论的时候才是个人体验。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把有关的想法对比出来。
什么原因大家都清楚。为什么腾讯的老总坐在中间呢？有人说这个饭局呢是腾讯的朋友圈。那腾讯系和阿里系大家都清楚，它存在着一定竞争关系。那马云选择回避我不去，有他的道理。因为这个饭桌上恐怕绝不简简单单是聚会谈事儿那么简单，它里边有太多的利益牵扯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类似这样的饭局，咱索性去谈判，不要参加这样的东西，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。这是我说第一类的饭局。第二类的饭局呢，你的老板、你的领导带着你的饭局。有人说：“哎呦，我最苦恼就这事儿啊！这老板非要领我去出去说见见世面，其实就是跟客户喝酒，让我挡酒。”哎，这样饭局你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开，你主动给老板开车，你把老板送回来吧。我给你开车，不能喝酒。这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成了共识了。有人说：“为什么这样饭局就不能去呢？”我告诉大家，这种饭局，你觉得冲锋陷阵会给老板领导一个好印象吗？这样的饭局，你的老板、你的领导考察的是什么？他其实就是你的忠诚度问题。咱们都知道，一桌饭局上做主位那个啊，他是老板是领导，大家应该向他敬酒吧。可你发现，谁都不好使劲的向他敬，都是适可而止，而且敬酒的方式都是领导，我干了你随意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位置尊贵啊！我敬酒表达我的忠诚，我都喝了你随意，我还得照顾领导的身体。而领导呢，接受了下属忠诚表达以后呢，他也愿意接下来看看你们互相之间斗一场，你俩谁能喝，娱乐吧。所以很多这类的酒局是这个，并不是说这酒局里头意味着你怎么样，而且你以为喝酒就是喝酒吗？说是猜拳行令啊，互相之间劝酒啊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你能不能进入这个圈子，喝酒是个检验标准。什么标准？检验你的忠诚度。它是一种忠诚度、信任度的测试。为什么下级敬上级，员工敬老板，经常是我干了你随意呢？这是自我残害啊！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注意看自然界里边，这个头狼，狼的领头那个，下边狼对他表示忠诚，怎么表示？要么把脑袋低下，要么躺地上把肚皮翻开。对于动物来说，肚皮是要害部位，意思是您随便伤害我，意思我获得你的信任和忠诚。你家里头养猫养狗，跟你撒贱的时候，不也是把肚皮对着你吗？这叫合法伤害权。就是我把合法伤害权让渡给你，意味着我求得你信任我，我对你是绝对忠诚。所以往往这种酒局上体现的是一种忠诚度。所以说这样的酒局你去了，你难受不难受？在我们现在强调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年代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陋习。而且更主要的是，即使没有这些元素，往往你的老板，包括请客那一边对方的老板，他会以挑剔眼光看待你，然后底下两个老板在一块在议论你，甚至你在这个公司将来的前程就由这个决定。你可不要以为这小事，这些大佬们经常拿这个说事儿。你比方说李嘉诚，李嘉诚看一个人怎么看？吃饭，说这人是愿意跟老板坐一块呢，还是离老板挺远的？李嘉诚的选择是他特愿意跟老板坐一块，这人我不能用，功利心重，溜须拍马。有意识跟老板坐得远，说明这人太胆怯，还可能心里有鬼，我也不用，我选中间那个。其实你琢磨琢磨，李嘉诚是挺了不起的人，但是他这个标准跟选择人有什么关系？纯属他个人的一种，我不说偏见都差不多。还有你比方说这个董明珠，董女士，董小姐，她判断一个人在饭桌上吃相怎么样，不注意自个儿吃相，这人我不能用。还有的你像那个玻璃大王曹德旺，他看员工怎么看？几个年轻人不知道用谁呢？来，咱吃饺子吧。吃完问你们吃多少个了？那仨谁也不知道。第45吃23个，好，就用你了，说明你心里有数。好多老板他这个标准我就觉得很荒诞，但是呢，他会通过吃饭酒桌上的表现来断定这人我用不用。你想想，当你像个商品一样被这些老板品头论足，你舒服吗？你不舒服。
我们干的是工作，我工作表现好就足够了，我还需要这些工作以外的东西，像邀功取宠一样获得人的认同吗？所以我说这样的饭局能躲就躲，不要去。还有第三类饭局，最好别去，酒肉朋友。有人说酒肉朋友交朋友怎么能不去？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这么些年交的朋友，我问问你，有哪个是你喝顿酒就交下来了？有哪个是因为你总跟他喝酒，你俩人就成生死哥们了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有酒有肉多兄弟，危难何曾见一人。这个酒肉朋友在一块儿，完全都是那些声色犬马的欲望聚集。你看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说没有女孩的饭局还叫饭局吗？这什么观点呢？说白了，一帮油腻中年男在一块儿，一个个充满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和意淫，而是来一个女孩就跟人开玩笑，甚至半荤不素段子都上来了，这是低级趣味。这样的饭局去长了，你会在声色犬马欲望当中陷下去，对你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咱说点高大上的，就是正能量太少的这种饭局，你最好还是少去。我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说老梁你没法听了，怎么的？照你这么说，咱什么饭局都别去了，那就咱别喝酒了，在家待着。不是那样，有一些饭局你还真得去。那么说哪几类饭局你要去呢？头一类的是人情的饭局，就说人家给你办了件事，帮了你个忙，回头人家也希望通过吃顿饭呢，双方的家庭坐在一块儿，很高兴的联络感情，这时候要去，不去显得你不近人情。而且真正对你好的帮你忙的朋友也不会让你难堪，喝酒喝的不像样。所以这个时候有来有往，你记住朋友之间往来有个特点，说我万事不求人，我有事我不麻烦他不好吗？不是，你麻烦他一下，他麻烦你一下，这个感情往往在这个往来过程当中就会变得越来越融洽。这就像我们说亲戚朋友不往来，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了。所以这类饭局要去。还有第二类呢，你职场当中的一些饭局呢，比方说双方谈成了一个合同了，要庆祝一下，体现你公司一种精神面貌的，双方的喝酒点到为止的，代表你公司形象，该去得去。尤其是你是个中层或者说更高层，你更要去。还有第三类呢，是值得去的，就爱好的饭局。这我拿我举例子，我打乒乓球打好多年，我们球友打完了干嘛？必须喝一顿。喝一顿干嘛呢？打完了剧烈运动，咱需要补充营养。喝酒过程当中，双方聊聊球。我们很有意思的活动是什么？比方说打团体赛，我们赢了，他们输了。好，输的一方站起来给我们倒酒，我们每人还得翘着二郎腿，爱答不理的得倒酒。你的球啊有问题，你正手不好，发球有问题。哎，那个过程很快乐。人活一世嘛，没个爱好，没爱好的人太可怕了，你知道。所以同好之间，这个酒局能去还得去。那有的朋友说你既然有些局你要去，现在有的朋友的苦恼就来了，怎么来？说我参加这些饭局有个问题，我呀不会说话，我一见人说话我就紧张。你说很多饭局我想跟人认识，我想扩展我的人脉，这个饭局是酒局是值得参加的，我也想喝两杯，可不知道咋说话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往往人家你好，加微信吧，加完回头一看过不长时间微信清理，不是我好友该给你删了，你不往来怎么办？我告诉大家，饭桌上酒桌上喝的不是酒，喝的是人情世故，你得懂人情。怎么才能让大家把你记住，然后继续友好往来，给人留下个好的印象呢？我们每个人，你想你愿意跟什么人往来？如果这个人很体贴，这个人很有趣，这个人很厉害有能耐，你愿不愿意跟他往来？你肯定愿意跟他往来。所以你就想，你怎么样在酒局短暂的接触过程当中变得很有趣，变得很体贴，显得很厉害，你才能获得更多人对你的认同。那怎么能做到呢？其实并不难，你从开始这阶段，从点菜就能体现出你的情商了。有的人点菜就是这个那个，你吃不吃这个，吃不吃那，太简单。上来先问忌口，老梁你糖尿病，不给你点甜的点那个拔丝地瓜你可不能动这就是体贴。过去民国的时候，在北京请吃饭，必有那个东家站起来问一句，您各位是在骑还是在轿在骑是骑人，在轿是回民，这都得问到了，避免出现各种不愉快，这也是体贴。
然后点菜的时候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你说荤素搭配怎么样？最后什么酒水、什么饮料、什么主食，问清楚了，让每个人都觉得你照顾到他了。所以这点菜不是个小学问。那么在酒桌上喝酒必然得聊天，聊什么话题？咱们有的人呢就不懂这道理，以为我夸夸其谈，大家都得注意我。比方有一回，我们是说了是酒桌上说到什么，随便谈一个话题，结果碰到一个朋友的神经了。他是干嘛的呢？他是搞钢铁行业的，然后他就给我们讲这个钢铁材料的生产，这个钣金那个铝合金，谁懂这玩意儿？他滔滔不绝讲，我们听得大眼瞪小眼的，听也不是，不听也不是，你说能不对他心生厌烦吗？酒桌上最忌讳的讲自个儿专业，别人听不懂。那说不讲这个讲什么呢？大众关心的话题。都有孩子，咱说说教育。最近发生的新闻你比方这个世界杯要到了俄罗斯，你知道荷兰、意大利都没进来。哎呦，我最喜欢意大利，就是帅哥多。马上这话题就找大众话题。当然，聊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人说一个你完全不同意的观点，你可别一下给人怼回去，这是最忌讳的事儿。在酒桌上，你听着不顺耳，微笑点头，那明白人有的是，不光你一人啊，千万别给他怼回去。还有，如果一旦有的人滔滔不绝讲，大家都不爱听，你这时候主动站出来做改变话题、引领话题的人，他说正来劲，哎，你说这对啊，我知道。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过这个话题，哎，我那朋友你不知道，他离过一次婚，他那个前妻是美国人，那年我去美国，一下把话题就转动了，就转到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上。你要做这种话题的引路人。还有人说，老梁你说那个好像头头是道，我跟人都不熟，我咋张嘴说这个呀？多别扭啊！好，你想不想和人沟通的好一点？想不想在面对客户的时候，面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有话聊？有的人经常跟我说这个很苦恼，你苦恼你还不做功课，你不活该吗？赖谁？这事儿能做功课。然而今天这饭局酒局上有这么一位你要重点照顾的对象他是你客户，他是你什么？好，你得做功课，你得事先打听他是哪儿的人，这个不难做到吧？招待他住酒店，他拿身份证到前台问一下，身份证写着哪儿的人呢？或者听口音，或者以前你就知道，做点功课。这酒席宴间呢，俩人没啥聊的了呢。你说中国人喝酒抽烟其实都是沟通的方式，那么聊天更是。你问他，王总，你家哪儿的？老家我山西的。山西什么地方啊？我运城。好，关公故里忠义千秋关二爷，你们那儿的关二爷多了不起啊！我看香港警匪片，警察拜关二爷，黑社会也拜关二爷，老家真了不起。马上就关公，你们就有谈的了。那李总你哪儿的？我青岛的。青岛好啊，人都说山东的济南，中国的青岛，青岛现在把济南都超过了。马上双方就最近发生的事，他老家的事就有话题了。那您是哪儿的？我贵州人。贵州哪儿的？我习水的。习水好，你那有个喜酒，老好喝了。你看，正酒的话题就聊一块儿去了。所以像这些细节，大家要特别注意。当然，这里边有个大前提，什么大前提？你到这个酒桌上如果一旦有一个人一口不喝，这个是很尴尬的一件事。就是如果你决定参加这个酒局，你不是酒精过敏，最好端起杯来，不能多喝少喝，助助兴，千万别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这个酒桌因你一人而冷场，所有人不仅视你为路人，甚至心里往外会讨厌你。所以要么咱不去，去了能捧就捧个场。当然酒桌之上不懂这规矩的人很多，咱们生活当中讨厌的一类人往往就是在酒局上不懂规矩的人。我说个顺口溜，你看看说的有没有意思。酒桌上有一类人最让人讨厌，这人表现是什么呢？叫请他不来，来了还不喝，从来不买单，还得装大哥，一见到女的就往死了喝，送他去回家还得图一车。请各位对号入座。